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说起地藏经，相信各位修习佛法的人应该都知道，就算对佛法并不太了解的人，很多也都听闻过这部经。原因是这部经备受争议，网络里随处可见对这部经的各种评说，其中不少是说这部经不能读，读了就招鬼、招灾等等。那么这部经是不是真的如网上传的这么邪乎呢？在解开地藏经招鬼真相前，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地藏经的功德利益。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中有这么一段记载，佛告虚空藏菩萨：谛听，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说之。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见地藏形象，即闻此经，乃至读诵，香华饮食、衣服珍宝、布施供养、赞叹瞻礼，得28种利益。一者天龙护念，即一切天龙护法善神都会发心来保护诚心念地藏经的人。二者善果日增，即善的果报会日日增长。三者即圣上因，即能积累无上佛道的圣因种子，如印经、修善建寺、塑化佛像、刻录佛经、修路补桥、放生利生之功德，善因圣缘多成就。四者菩提不退，由此真心诚意恭敬理念地藏经的功德，将会使得我等成佛的道路不退转，而向前进步。五者衣食丰足足，即衣食丰足，善根具足，五戒十善逐渐圆满，衣食无缺，积极向善向上。六者疾疫不临，即恶疾瘟疫不能靠近。七者离水火灾，即远离水火灾难，即使面临，只要至诚恳切念诵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，顿时罪灭浮生，有惊无险。八者无盗贼恶，礼拜忏悔，身心清净，罪灭浮生，无杀盗心，不遇盗贼难。九者人见清净，德行为人钦佩敬服，受人尊重。十者神鬼住持，一切鬼神皆会帮助扶持，早成道业，不会有鬼神惊吓之事，因为一切鬼神接受地藏菩萨的行愿加持。11者女转男身，如果至诚恳切的善女人愿意转变女人态的不方便，成男人大丈夫气概，那她今生将会具足无畏勇气，来生必成大丈夫。12者为王臣女，如果此善女不愿成男，那她来生也会生在社会地位如王侯的书香门第中，成为有福德、有端庄、有智慧、具足亲和力、慈悲心、受人尊敬的大家闺秀。13者端正相好，无论是男是女，皆在今生改变气质，都有修养、有德行，来生成为端正相好的容貌。14者多生天上，就是去世了也可生在天上，享用天上的福乐，不用下恶道。15者或为帝王，或者投生人间为国主首领，因为具足智慧慈悲德行，堪能领众为民故。16者素质命通，能通达前世的禀赋，过去的智慧善业能在今生天分现前。17者有求皆从，凡所合情合理的意愿皆能遂心，但过分非分例外。18者眷属欢乐，善心福业感召家亲眷属和睦相处。19者诸横消灭，由此真心善念至诚恳切心，一切意外的伤身伤物之灾殃会消失。20者业道永除，由此真心断恶修善的理念地藏菩萨功德，将会远离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三罪业报，来生不受诸恶苦。21去处尽通，凡所去的天上或发愿往生净土的目标都非常顺利，没有障碍。22者夜梦安乐，晚上睡觉安稳，即使做梦也是安乐，不会做恐怖惊吓之噩梦。23者先亡离苦，已亡故的先人乘这种血肉相连、心灵相应的功德力量的加持感应，也会离苦得乐。24者速福受生，凡过去的一切福德、善根种下的功德，乘着真心诚意的持诵本经，在地藏王菩萨的福力加持下，将会投生天上或人间，更得享如意自在的福报安乐。25者诸生赞叹，这种至诚恳切的善心，
利人利己的理念地藏菩萨之行为，将会受到一切佛菩萨的称扬和赞叹。26者，聪明利根。善男子善女人如此经常性诚挚真心的礼拜诵念，将会越来越智慧聪明，身心清净舒畅。27者，饶慈悯心。善男子善女人会越来越具足慈悲的心肠，越来越有宽恕心、同情心、利益众生心、怜悯有情，越来越像菩萨的伟大。28者，毕竟成佛。至诚真心断恶修善的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此至诚恳切的不断持诵地藏经，恭敬礼拜地藏菩萨的功德利益，将会让他必定在将来成就无上的佛果。看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问了，既然持诵地藏经能够拥有如此之多的功德利益，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说读地藏经会招鬼，会出现种种状况呢？道理其实很简单，我们不妨看看上面经中佛说的第一句话：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够按照经中所说的去读诵抄写这部经典，或者读诵地藏王菩萨圣号，或者礼拜供养地藏菩萨圣像，就定会得到这种种功德利益。从这句话中就能看出，想要通过念诵地藏经获得殊胜功德利益，就必须满足几个前提条件。第一个前提条件是善男子善女人。注意，这里说的不是普通的男子和女人，而是加了一个善字的男子和女人。什么叫善呢？首先你要对这部经至信不疑。有的人读的时候就胆战心惊，甚至读几句就要看看周围是不是有鬼出现了。所谓疑心生暗鬼，这时候即使是来阵风吹动了一下你家窗户，你都有可能直接吓得蹦起来。这其实就是先入为主的心理导致的。其次，你在读经期间是否有保持身心的清净呢？杀、盗、淫、妄，你有没有还在继续做呢？比如有的人看到读地藏经有这么多好处，为了求得他想要的利益，也就强迫自己去读地藏经，可这边读着地藏经，那边却还在不停的作恶，邪淫、妄语、嗔恨等等各种业还在不停造。另外，你在读经的时候是否有做到恭敬呢？最起码读经的时候，你要选一个安静洁净的地方吧，要衣服规整吧，然后洗干净的手再去摸经书开始读诵吧。总不能说你就穿了个睡衣，或者在卧室躺着，要么就是刚去过卫生间，手也不洗就去打开经书吧。我们始终要记住一个道理：1分恭敬1分受益，10分恭敬10分受益。如果以上几大前提条件你都没能做到，那么你读经其实就是对正法的亵渎。佛菩萨虽说不会罚你，可正法都有护法神在护佑着，这些护法神可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一旦护法神对你进行惩罚了，那么出现一些问题也就理所当然了。再有就是重罪轻罚，这是对一些业障非常重的人而言，这些人今生往往会非常的不顺，比如一生贫贱困苦、疾病缠身等等。这其实是因为宿世造的恶业太重，所以这辈子要被冤亲债主讨债而遭受重大灾难。不过这种人在读诵地藏经时的效果也是最显著的，但这种显著并不是说一读马上就顺了，疾病马上就好了，而是会出现所谓的重报轻受。比如这个人本来其实是要得上癌症的，但因为他读了经，虽说癌症不会得了，但会以别的疾病替代，来让他经受一定的折磨。而在折磨你的同时，你宿世因缘所欠下的债也同时给还了。这其实是好事，不过一般人看不到这些，只觉得本来还没病，怎么一读经反而生病了，不顺了，然后开始怀疑地藏经有问题，而不再愿意继续读下去了。更有甚者，还会到处和身边的人说，让人别去读这部经，会出事。这也就造成了更多人对这部经产生误解。所以对任何一件事物，我们千万不能盲目的去信或者不信，都要去探究其中的原因和道理。就比如地藏经，为什么有的人读了就得到利益好处，人生处处都变得顺利了，而有的人读了之后却反而出现了各种问题呢？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点，就是现在太多人只看得到好处，却看不到读这部经的一些基本要求。不仅单单地藏经如此，佛陀演说的各种经典里，
其实都有前提条件，也只有达到了这些个前提条件，才能真正得到佛所说的种种功德利益。可惜的是，很多人就是忽略了这些就开始着手，一旦没得到想要的，又开始各种诋毁诽谤，真的是可怜可悲又可恨了。礼佛修行靠的都是实修实证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感触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你必须如理如法修行，才能真正得到佛所说的诸多功德利益。我们必须去学习佛所说的正法，在这个邪师横行的时代，必须多看佛经，那才是佛所说的正见，并非网上谁说一些，或者某个师父说了什么你就信了，那不一定是佛所说的。另外，你要想得到佛所说的种种功德利益，那你就必须做一个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的人。如果你一边吝啬自私，又贪图名色财利，或者不是嫉妒这个就是憎恨那个，却又想读经就能事事如意圆满，这绝对是不可能的，望大家谨记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